迷道人，紫云山关卡的一个小头目，刚见面只会要求你去铲除被感染的同们，顺便带个虫卵回来。谁知道得到东西后秒变二五仔。攻略层面，大家主要关注的是，只有多次对话触发全部文本后，去打道士杂兵才能拿到偶包，而且必须在解决慧月魔君前完成任务，打完慧月他就消失不见了。实际上，游戏对于这个迷道人的背景故事，在隐神图里有相当多的描述，挺有意思的。迷道人的故事分布在小妖利爪茧、马蜂精和头目百足虫的说明里。故事发生在朱子国，就是原著中赛太岁抓金圣宫娘娘的地方。朱家是官营的染织署，他们能织出名为绛针纱的布料，特别受到富户们的欢迎。传闻能织出这样的好布，是依靠了一柄玉梭，然后有个外面的织户就眼红了，趁着夜晚潜入了朱家的布庄。当然我们都知道朱家就是蜘蛛精那一家子，你跑到妖怪的地盘偷东西，那能有好果子吃吗？这个织户很利索的被利爪茧弄死了。由于织户再也没有回血，他老婆以为这人被妖精迷了心窍，是抛妻弃子入赘了朱家，终日以泪洗面。而他的儿子蚩尤也立下志向，要杀掉妖精们报仇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一天他听说了朱家大院的事情，就非常勇的独自跑到盘丝岭去寻仇，结果刚进山就被妖怪抓了。危急时刻，一个黄衣服小姑娘救下了他，应该就是朱家年纪最小的六妹了。六妹在此处没有同龄玩伴，就把少年带到洞中住下，还经常来找他解闷。这个少年内心就很矛盾，一方面他觉得小姑娘不是什么恶人，另一方面又没有忘记父亲的事情，就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告诫自己，明天必须要杀了妖精报仇。结果某日在他这样自我宣誓时，有只马蜂飞进屋里，把他的话全部听到。第二天来了位青衣女子，身后还有很多虫兵，这当然就是主管外事的二姐了。那个马蜂精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少年用来复仇的匕首找了出来，还将听到的话都告诉了二姐。看在六妹的面子上，二姐没有当场对少年不利，让侍卫们把他丢到了洞里的一个坑中。这个坑就是天命人打百足虫的场地。从遍布四处的人骨头判断，百足虫就是用来处理这些闯入洞府人类遗体的清道夫。要是换个人遇到如此绝境，估计已经两眼一黑，原地等死。但这少年意志也是够强，腿摔断了就靠虫毒麻痹伤口止痛，还用人骨做了个简易支架固定断腿，并研究了百足虫的习性，模仿它们的样子蜷缩滚动，居然骗过了虫子，被当作是同类。少年利用这种办法与虫子同吃同住，竟然相安无事。顺便，这些百足虫的食物都是从坑上丢下来的尸体，所以这个少年是吃什么生存下来的，细思极恐。过了整整10天，他竟然从洞里逃了出来，这种毅力实在是令人惊讶，以后绝对是个狠角色。少年经过此番历险，觉得还是好好活着最强，不该执着过往。但回家以后，其他贪婪的知户并不肯罢休，听说少年去过朱家大院，就天天逼着他重新回去找玉梭，连他母亲都在此列。没办法，少年带着知户们回到噩梦之地盘丝岭，结果各怀鬼胎的知户内斗不止，很快在朱家大院被二姐团灭。至此，少年已经对人类失去希望，他痛哭着求二姐要留在岭上修行，结果二姐骂他一顿就将其赶出院子。无奈少年只能去岭上的荒村住下，然而他的经历实在太过传奇，连妖精们都有所耳闻。有个蜻蜓精看他这么凄苦，就把他引荐到了黄花观，找白眼魔君拜师。一开始少年还在犹豫，但在目睹了一场人肉盛宴后，痛定思痛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戴上石头面具，从此不做人了，开始在修行的道路上一往无前。他询问自己的师父，如何才能快捷地成为妖怪。魔君告诉他，紫云山中有种异虫，名为情狼，生食其卵，便可飞升成妖。于是，在紫云山落花庄内，多了位渴求虫卵的面具道人。直到某天，一个天命人正巧路过。你我相识一场也是难得。以上就是迷道人的过去，在黑神话悟空里还有不少类似的故事，有机会我也将继续和大家分享。那么就下次再见吧。